你有没有发现，自己总是很容易被外界影响？一句无心的话，一条新闻，一则社群上的留言与讨论，明明与你无关，却能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。如果你也常常觉得心累，觉得人生总是充满无谓的焦虑与烦恼，那么越见成长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，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，或许正是你需要的答案。生野俊明，日本100万畅销作家，入选世界最值得尊敬的100位日本人。他以禅学智慧教会我们如何舒适地度过人生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如何在这个充满不确定与喧嚣的世界里，学会放下，并且真正自在地活着。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，是一部结合禅学智慧与生活实践的著作。它的核心观点很简单，该放下的就放下，也放过自己。工作也好，人际关系也罢，其实没有什么是不能舍弃的。在这个快速变迁、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往往因为过度反应而疲惫不堪。社群舆论、假消息、别人的眼光都让我们焦躁、忧虑，却找不到内心的平静。这本书透过5大主题，提出99个准则，帮助我们重获心灵的自由，成为不受人际关系摆布的人，对工作态度积极的人，每天都能过得愉快的人。主题1：人际关系更淡薄一点才好。生野俊明提醒我们，别试着改变他人，因为我们能掌控的只有自己。从小，我们习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，容易自卑或自满，但人与人之间本就存在差异，懂得欣赏不同，才能让关系更融洽。甚至连家人也不可能完全互相理解，家人仍然是独立的。他人与其强迫或干涉，不如以尊重和接纳取代否定，这样家庭才会更和谐。此外，人际关系中还有2个常见陷阱。过度计较得失，只会让事情停滞不前；沉迷社群争论，浪费心力，没有实质意义。书中特别提醒我们要小心负面人，他们的抱怨、迁怒、否定会消耗你的能量。就像另一本书《能量巴士》里说的，别消耗能量在不同型的人身上，懂得保持距离就是对自己的保护。主题2：摆脱不安、焦虑、愤怒的方法。我们经常与平均值比较，却忘了那毫无意义。真正有价值的比较，是拿今天的自己和巅峰状态的自己对照。媒体常用统计数据定义正常，但那只是数字，并非人生标准。执着于是否符合平均，只会徒增空虚。真正的自由是承认并活出自己的人生方式。与其纠结差异，不如正面看待彼此不同，这样我们就不会陷入自卑或骄矜，而是学会互相欣赏。主题3：停止磨耗心灵的练习。在资讯泛滥的社会中，我们很容易被过多的期待压垮。这时候，书中提醒我们几个重要练习。1、勇敢说不知道。这里联想到 YT 好哥的一段分享，鼓励大家说出不知道。当说出自己的不知道，周遭也会反思自己是否知道。而当大家也都不知道时，自然而然就开始学习。其实说出不知道并不可怕，反而是学习的开始。这样的坦然能带来真正的自信。2、学会承认好就是好。嫉妒他人不如欣赏他人，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，反而能让自己更有魅力。3、不要活在大家都这样的幻觉里。人生不必迎合潮流，而是要活出自己。充分理解每个人皆不同，与其硬要改变别人，不如学会倾听与妥协。最重要的是专注当下。当你聚精会神于眼前的工作，就不会被不必要的杂事干扰。专注是减少焦虑的最佳方式。主题4：
这样思考才不会自讨苦吃。人生中的痛苦往往不是外界带来的，而是自己想太多造成的。生活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即使是平凡的工作也有其价值。专注当下就是最大的贡献。每天制造小改变，其实每天都有细微变化，一餐、一句话、一件小事都与昨日不同。用心发现这些差异，就能为平凡增添新意。此时此地此刻，真正的生命存在于当下，不在过去，也不在未来。此外，书中也提醒我们，不要小看自己，但也不要高估自己，不要急着用标签定义自己或他人。这里分享一句智者的话：没有成见，才有更多的看见。别戴有色眼镜，以偏见定人。先入为主与流言会误判，错失结识良机。禅语劝我们摘下成见，也别对自己过宽或过严，更勿草率自我贴标签，如实看人看己，保持开放，才会看见更多可能。主题5：活出快意人生的秘诀。听过一句分享：想都是问题，做都是答案。人生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，重点不在选择什么，而在如何实践。与其纠结，不如决定方向并全力让选择变好，结果自然会随之而来。忙碌时更需要停下来喘口气，哪怕只是抬头看天空，也能释放压力，恢复能量。这就是楼梯平台效应，帮助你走得更远。最后，书中提醒我们，正常人并不存在，10个人就有10种反应。沟通时，别急着否定与自己不同的意见，先耐心听完，找出能共鸣的地方，再提出不同看法，这样能降低冲突，让交流更顺利。毕竟，每个人想法都不同，尊重差异才是正常。读后心得：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，是一本轻松好读、内涵满满禅意的经验指南。它不是要我们对世界冷漠，而是要学会选择性反应。当你能放下无谓的执着，专注于当下能做的事，你会发现人际关系更轻松，情绪更稳定，生活也更自在。真正的自在人生，不是掌控一切，而是承认有些事无法控制，懂得选择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，并勇敢放下执着。正如禅语所说，放下做，少一点反应，少一点焦虑，少一点比较，这也许就是最舒适的生活方式。